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中国农村的异动惊动了地方官员，并找到了一座特殊的明代王陵。考古学者们在里面发现了举世无双的珍宝，却也见到了一具面容恐怖的尸体。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学者们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受父皇溺爱并享受了独一无二待遇的一位藩王。但是为何他会仅仅20岁就突然暴毙？他的尸骨又为何那么恐怖？曾经无比宠爱他的父亲，又为什么要在他死后封给他一个极具讽刺又羞辱的谥号？就在1969年的最后几天，中国山东省邹城市的郊区，当地上寨村的农民在寒冬时节居然也带着锄头铁锹上山，没日没夜地干活。而且这支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村民几乎全都来上工了。面对这种异常情况，地方官员自然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村民们为了挖地，居然连炸药都用上了，硬是在山壁间挖出了一个5米宽10米深的大坑。再仔细一看，这些村民哪里是在挖地，分明是在盗墓。得知这一消息后，山东省文物局立刻派来了当时还是一线考古队员的蒋英巨，让他带领一支队伍确认现场情况。在来的路上，他们已经了解了附近的情况，对这处古墓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上寨村民们正在挖掘的是一座位于九龙山南麓的古墓。这座古墓背靠高山，坐北朝南，正是一处风水极佳的宝穴。而根据附近的地上古迹残留以及疑似墓园的建筑来看，这里大概率是一座明代藩王的墓葬。村民们盗挖这座古墓倒也不算意外。首先，整个上寨村几乎全都建在了墓园里面，由此也能看出墓园原本的规模之大。而此次的盗洞其实原本是村民们在建的防空洞。当挖到山壁中的石墙时，建筑工作就停了下来。虽然认不出来这石墙到底是啥，但是埋在地下的大概率就是古墓了。而村民们也想当然地把这堵墙当成了墓门，以为只要能把门打开就能进去捡宝贝了，所以直接用上了炸药。可谁想到石墙之后竟是比石头还结实的夯土。就靠着村民们手中简陋的工具，硬是挖了1个多月，才勉强推进了几米的距离。不过也多亏了古人修墓时扎实的用料，才没让村民盗墓成功。古墓还没被挖开是好事，但眼下的情况也必须进行保护性发掘了，所以如何挖开古墓的难题就落到了蒋队长他们身上。所以先前被制止的村民们也不用放下手中的工具了，直接收编进考古队伍，与附近驻扎的部队官兵一起，在蒋队长他们的指挥下继续挖洞。从地理位置上看，如今的邹城在明朝时期是属于山东兖州的范围，是隶属于鲁王的。只是明朝历史上一共有10代共13位鲁王，如今他们正在挖掘的究竟是第几代鲁王的陵墓呢？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蒋队长也在规划挖掘工作的方向。从整个墓园地形可以看出，这个洞正好挖在了中轴线的南侧，而坑洞两侧也有明显的建筑痕迹，所以村民们误打误撞，确实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进发。接下来开掘的通道被控制在了1米多的宽度，并且挖成了弧顶，这样能够确保通道的稳固性，同时也不会对墓葬结构产生过多破坏。不过以这样的进度，究竟多久才能挖到真正的墓门，所有人心里也没个底。就在村民和官兵们没日没夜的又推进了20米之后，终于又有了惊喜。通道的地面上出现了排列整齐的石砖，看着像是个台阶，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通往墓门的道路。可谁想到才又往前推进了10米左右，坑道突然塌方了。万幸由于之前控制了坑道的宽度和结构，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也必须修改方案了。为此蒋队长又深入到了坑洞之中，想要仔细看看陵墓结构。没想到这一看居然有了意外收获。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蒋队长发现尽头的地面似乎有些积水，
只是他用脚一踩，发现地上的竟然不是水面反光，而是一片琉璃瓦。原来他们之前忽略了陵墓的垂直结构，以为是台阶的石条，其实是墓道的顶部支撑，而这琉璃瓦则是铺在门楼顶上的。如果他们一直挖过去，就算不塌方，也只会从陵墓上面穿过去，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墓门。情况再变，那方案就得重做。新的计划是直接向下挖，再以当前的通道尽头为中心点，挖一个25米乘25米的正方形出来。无论如何，先找到完整的门楼再说。蒋队长再次动用了炸药，在土方的中心点埋了下去。随着轰隆一声响，尘土飞扬之后，呈现在众人眼前的仍然是夯土。当时蒋队长脸色一沉，以为真的挖错了方向。正在他想退出坑道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起来。原来严密的夯土即便被炸药炸过，也有很大一部分土块还在原地坚挺着，直到挖掘人员再用工具去捅了捅，才散落下来，露出了后面的门楼。突然的惊喜又让所有人有了干劲。可是随着明楼一起出现的，竟是一堵金刚墙。这是为了防止盗墓贼从墓道直接进入墓穴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朴实刚健的那种。整堵墙用巨大的青石砖堆成，不用炸药很难拆除。可为了保护古墓，队员们只能用最简陋的工具拆墙了。正常来讲，金刚墙也就1-2米高，后面就是墓门。可是他们从顶上往下又拆了快5米，还是没见到墓门。每一块青砖都1米见方，硬度堪比现代的混凝土。在近乎麻木的拆墙工作中，一位队员突然一脚踩到了一块松动的青砖，而后就涌出了汩汩的积水。这下墓门终于是找到了。为了尽可能不在开幕后造成混乱，考古队员们特意把开门的时间选在了深夜。这座墓门也是石头做的，还涂了红漆和黄色的门钉。门钉纵横排列9981个，正是藩王墓葬的标准格式。在锯开了巨大的铁锁之后，门两旁的队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手放在了木门上，推了一下没动，又使了更大的力气，还是不动。此时有经验丰富的队员想到，会不会是门里面上了字来时？这也是一种防盗机关，当木门关闭后，就会在门后降下一块巨石将门顶住，从而防止它再度开启。只是队员们借着手电光向门缝里看去，根本没有自来石。那这个门为什么打不开呢？原来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后，门后顶部的石质结构出现了垮塌，封土和石梁共同把门顶住了，绝对不是人力能推开的。还好现场有人机灵，立刻想到去请村里的石匠，让他们带着工具给石门上又切了个小门出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考古队员们没有急于修理木门好把它打开，而是借助石匠打开的缺口，先看看墓室里的情况。这一眼可真是让考古队员们都开了眼界。借助手电筒的灯光，看到了形态各异的人俑，有的手持兵器，有的手持鼓乐，看起来像是一支庄严的仪仗队。虽然只是看个大概，但是也能100%确定墓室内部完好，从未遭过盗墓贼的毒手。确定了墓室里面基本安全后，队员们就从缺口进入墓室，想办法打开了半扇木门，而后又从村里找来了发电机，装上了照明设备，总算是可以对墓室进行详细的清点整理了。而这整理过程中，发现1000多件奇珍异宝，参与发掘的人都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手艺之巧妙。首先是一盏长明灯，这种灯的作用就是在木门关闭封死之后，可以将墓穴中残存的氧气基本烧光，从而更好地起到防腐作用。而它一旁的书桌交椅，虽然长期泡在淤泥之中，但良好的木料和油漆让这套家具在清理之后依然光洁如新。而后就是地上的一整套车马仪仗人俑，总共432件。人像雕刻虽然算不上细致入微，
但是也各具特点，尤其是里面的小马车，在清理时仅仅经过工作人员的简单修复，就可以在地上正常行驶。精妙的木工技术不由得让人感叹。在这间墓室之中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一个贴金木匣。虽然由于时间的原因，金箔已经大多脱落，但是木匣之中的内容远比这金箔贵重得多，因为里面装的是一方刻有鲁王之宝的大印。只是这并不是一枚玉石印，而是木印。因为真正的鲁王印是要继续留在世间做传承之用，而这枚木印只是用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正是鲁王。不过前面蒋队长已经想到了，这座陵墓应当是属于某任鲁王的，只是究竟是第几代鲁王的墓呢？好在很快考古队员们又从墓室中找到了2把钥匙，其中一把应该是用来开已经被锯开的铁锁的，另一把则直指第2间墓室，在那里才是真正停放墓主人棺椁的地方。打开第2间墓室，能看到里面依然满是积水，不过也看到了房间正中的棺床，只是此时棺椁已经在浮力的作用下飘到了一旁，没在棺床上躺着了。在明代的丧葬制度中，真正有价值的宝物都会放在停放棺椁的后室，而前世发现的随葬品虽然精致，但还算不得珍宝。所以考古队员们此时也想尽快清空积水，好好看看后室里有什么东西。果然在清空积水之后发现的第一件文物，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巨大的震撼。它装在一个朱漆木箱之中，它的造型从来只在中国古代帝王画像中出现，却从没有一件古代实物现世过。它就是古代帝王的冠冕，而这次发现的就是唯一一件中国古代皇室冠冕——九流冕。之所以要强调是唯一一件古代冠冕，是因为在当初袁世凯称帝时，他效仿古人给自己做了一顶皇帝冕。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考据的冠冕出现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而传说中更有皇帝造冕垂流的说法。当朱元璋开创明朝后，大举恢复汉人的官场威仪，所以冕服制度也得到了一次加强。这件九流冕石永腾篾编造而成，表面有着罗绢面料，又刷上了黑漆，最后镶金边，两侧有梅花样式的金质穿孔，中间插着一根金簪，前后共垂9道流，每一道上穿着9颗五彩玉珠，正符合鲁王的身份。而这仿佛门帘一般的9道流，寓意则是君王不能什么都看，什么都信，也就是劝诫君王不可以听信谗言的意思。而顶上前圆后方的檐板，正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的体现，也象征着君王博大的胸怀。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制式不同的冠冕，后来命名为九缝皮辫。所谓皮辫，是古代有地位的男子才能戴的一种冠。一般来说，为了祭天祈福等场合时就戴冕，而平时的重要场合就戴辫。这件九缝皮辫主体材料是藤篾，用金线缝制，又在边沿等处镶了金边，配一根粗大的金簪，每条缝线上都穿着五彩宝珠，论华丽程度仅仅略逊于九流冕。这件珍宝也是目前出土的唯一一件明初时期亲王的皮鞭，另一件皮鞭的实物就是洪武年间赵定亲王的了。这种等级的皮鞭，只有皇亲国戚和朝廷重臣才有资格佩戴。除了这2件绝无仅有的珍宝外，考古人员还在后室的地面上发现了玉带、玉杯等生活用品，同时在一个纱布袋子里还找到了铜镜、黄金做的掏耳勺和牙签等日用品。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鲁王的生活十分讲究，甚至可以说是奢侈了。而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又一件珍宝出现在了考古队员面前。这是一架古琴，上面刻有天风海涛4个字，可以说是自然界中最有庄严感的2种声音。这座古琴的珍贵性在于，它的龙池内有2行墨迹，写着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着，可见这架古琴是唐朝大名鼎鼎的制琴大家雷威所制。
如果要类比一下，大概可以当作是找到了达芬奇亲手做的机器人。虽然后室内还发现了不少珍贵的陪葬品，但是眼下考古队员们最好奇的还是歪在一旁的棺椁之内到底装的是什么人。于是在一番谨慎的清理之后，他们终于决定开棺了。此时令人惊讶，甚至有些恐怖的场景出现了。只见棺中躺着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仰身直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下葬姿势。身穿织金缎龙袍，腰系白玉带，发髻之上插着一只金簪。然而诡异的是，墓主的头骨居然乌黑发亮。不过此刻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在尸骨的下面找到了19枚陪葬金币，金币上刻的字正是洪武通宝。由此就可以知道，死者下葬的年份是明朝洪武年间。而在那段时间里，只有一位鲁王死去，也正是明朝第一位鲁王，是号鲁荒王的朱谭。虽然确认了墓主的身份，但是随着对后事清理工作的结束，一个新的谜团出现了。为什么在整座陵墓之中始终没有找到朱谭的墓志铭？这对于一位藩王来说是十分不合理的。但是如果了解了朱谭的一生，或许对于这个始终没有解开的谜团，您就会有自己的答案了。朱谭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0个儿子，生于明洪武3年，即公元1370年。朱谭的母亲是郭宁妃，也是朱元璋最为宠爱的一个妃子。根据明朝的史书记载，郭宁妃的父亲郭山甫懂得识人相面之术。当初他第一眼看到还没出头的朱元璋的时候，就惊讶于他的长相奇特，说朱元璋生了一张贵人脸，因此就带着2个儿子跟随朱元璋，还把女儿嫁给了他。果然，后来朱元璋当了开国皇帝，郭宁妃后来更是执掌后宫，因此朱谭一出生就受到了朱元璋的偏爱。在他才刚刚2个多月大的时候，朱元璋竟然就给了他一个鲁王的封号，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此时的朱谭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他表现越好，朱元璋就越是宠他。在他年仅14岁的时候，又把开国功臣汤和的女儿汤氏指配给他当了鲁王妃。新婚不久，小2口就到了封地兖州，开始享受当王爷的生活。一开始，这朱谭还算是比较务正业，带着领地内的居民搞生产求发展，所有百姓都有活干有饭吃，朱谭自己没事也能和一群文人吟诗作对，好不快活。但是人一旦安逸久了，就容易对眼前的一切心生厌倦，就想找点新的刺激。于是他在王府所在的城外郊区又找人建了一座别院，时不时就带着汤氏以及众多玩伴跑到野外去寻欢作乐。考虑到年轻人的心性以及他当时的地位，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觉得这种行为没什么，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件事就犯了忌讳了。因为朱元璋是真正从底层爬尸山血海才当上皇帝的，他十分清楚世界的凶险，尤其是自己才刚当上皇帝，更怕有前朝余孽，或是当初江湖中惹下的仇家会对他以及他的家人不利。因此他一直十分重视皇室成员的个人安全问题，要求所有人都要居安思危，不能放松安保工作，要求带刀侍卫最多在皇室成员身边10丈范围内活动。而朱谭现在不仅跑到郊外去修别院，还只带玩伴出去胡搞，简直就是把朱元璋的警示当作耳旁风了。这一点让朱元璋十分气愤，只是他还是比较宠爱朱谭的，仅仅是警告了一下，也就没再计较。不过朱谭这小子即便不能出去玩了，在王府里还是闲不住。没多久，他又找到了新的刺激，那就是黄老之术，也就是道教的修仙炼丹。炼丹这件事在中国还是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的。所谓的炼丹，就是把各种药剂，通常都是毒药、重金属一类的，放一起搁一个炉子里烧制，据说能烧成一堆小药丸。然后这炼丹的人就会把这些烧出来的东西当灵药吃。如果要类比一下的话，
炼丹术是有些类似于炼金术的，只不过炼金术追求炼制完美的物质，也是一种解释自然科学的方式。但是这个炼丹术追求的是靠吃药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就比较玄幻了。话说回来，朱檀这会儿才10几岁，又是个王爷，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突然痴迷于追求长生了。按理来说，他自幼也没得过什么大病，也没赶上他爹打仗天天死人的时候，还不到对死亡产生恐惧的年龄呢。可就是这么个百般受宠的小王爷，在自己的王府里养了一大群道士，天天不是念经修炼，就是炼制丹药。他把自己领地内的能人异士都给请回了王府，问他们怎么才能长生不老。这群人如果只是骗子，可能还好点，最多就是给他几个吃不死人的偏方，或者带着他练练功什么的。偏偏里面就有坏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要找100个8岁的男童回来放血炼药，就能让他长生。这朱檀毕竟年纪还小，听到这种方法心里也有点犯嘀咕。结果他的好媳妇汤氏这会儿站出来了，跟他说，你统治这么大一片地方，就找100个小孩还不简单。于是汤氏亲自骑马进城，带兵到处抓8岁男童，一下把兖州搞得是人心惶惶，消息也传回了皇宫。朱元璋一听这消息，可真是气坏了，想着之前胡搞还可以说是年轻人血气旺，可现在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朱元璋刚当皇帝的时候，不管是开国功臣还是皇子，只要敢欺压百姓，一律杀无赦，这是他立国时许下的诺言。可现在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又干这种事，那不是把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又给搞没了吗？于是朱元璋一气之下，把朱檀和汤氏都给召回了南京。先是以汤氏不但没有辅佐好朱檀，还几次3番带头帮他搞事为罪名，直接判了汤氏的死刑。即便她是开国功臣的女儿，也毫不留情，甚至汤氏死后都不知道被埋在哪了，相当于被剥夺王妃身份了。只是也不知道朱元璋怎么想的，杀了汤和的大女儿后，又让他把小女儿嫁给了朱檀，当了第2任鲁王妃。只是这一任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活到了宣德8年，应该是自然老死了。但是对自己的好儿子朱檀，朱元璋又心软了。原本这种行为，按他最开始的脾气，一定是要当着百姓的面杀了朱檀的。可是自己又那么宠他，实在舍不得，就判了朱檀一个坤刑。什么叫坤刑呢？就是给一个人剃掉身上的毛发，可能只剃头，也可能全身剃光。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算什么刑罚？中国的古语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古代中国不管男女都留长发，而这个坤刑就是要否定一个人的孝，是相当侮辱人的一种刑罚。所以考虑到皇室的身份，又是父亲判儿子这个刑罚，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十分严重的处罚了。事实也是如此，朱檀受了汤氏被处死，自己被坤刑的打击之后，真就一蹶不振，再也不乱搞了。但是他还是没放弃炼丹修仙，继续吃丹药。终于是在自己19岁的时候，先是把眼睛给毒瞎了，后来没过多久就把自己毒死了。前面说过，他的尸体头骨乌黑，就是因为他服用了太多毒药，都已经深入骨髓了。朱元璋听到朱檀的死因，可算是气坏了。自己最宠爱的一个儿子，小时候那么聪明，长大了居然越来越荒唐，于是就给了他的一个谥号荒王。虽然心中恼怒，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又是第一个死掉的藩王，朱元璋还是找来了自己的信服能臣刘伯温，让他用寻龙分金之术给朱檀找一个好地方下葬。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是姜子牙转世，神仙下凡，知天文晓地理通人和，能找他来给朱檀选陵墓，那可以说是死后最高级别的待遇了。而刘伯温给朱檀选的这个地方，正是九龙山地势龙头的位置，龙头前又有一座小山，俯瞰之下犹如九龙戏珠，是绝佳的皇陵之选。而左右又由玉皇山、卧虎山相守，这样东南西北各有山岳坐镇，
符合四项手中之事，可保陵墓千百年不破。墓穴前还聚水藏风，可保后代繁荣昌盛。可见刘伯温选的这个地方确实也相当用心。而在朱坛的墓穴西侧，其实还有一座陪葬墓，可惜早在朱坛墓发掘的1年多前就被村民盗挖一空，只留木质棺椁以及寥寥数件瓷器。根据墓志得知，里面葬的是朱坛的第3位王妃歌妃。史料上记载不多，只知道她本是良家女子，后被选中侍奉朱坛，并给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朱兆辉，在朱坛死后继承了鲁王的名号。而歌妃是在朱坛死后才得到妃子的封号的，并且一直活到了72岁才葬在了朱坛身边。朱坛的一生，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封建迷信害死人。他可以说是有着大明最好的开局，虽然因为顺位问题不一定能当上太子继承皇位，但是如果踏踏实实发展，至少也可以留个贤王一类的名号。然而或许也是印证了那句话，受到溺爱的孩子总是容易长歪，朱坛还是靠实力作死了自己。别说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了，就连寿终正寝他都没做到，可谓是一把好牌直接弃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只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还是要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毕竟当时大明的风气就是尊佛敬道，修仙炼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大部分人没他那么疯狂。好了，鲁荒王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不知道您看过之后有什么感想？欢迎留言分享您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以后慢慢聊。眼见古今，与您下期视频再见。